眼前这个男人正是佛教始祖释迦牟尼。只见他用手按压了自己的脖颈，下一秒他便昏然倒地。没错，他居然发现了点穴的奥秘。原来就在这天晚上，悉达多正坐在树下冥想，四下的宁静让他想起乔晨如导师对他的教导。乔晨如告诉学生们，星象让人们能够了解宇宙，借助掌纹可预测人的命运，躯体穴位可使人们感知身心状况，医者靠脉搏审查心跳，而人的痛苦本就源自躯体本身。身体的每个器官都与掌心和足部的穴位相应。提婆达多向导师发问，知道这些有什么用呢？乔晨如则举例说明，用手指轻揉眼周穴位可缓解疼痛疲劳。悉达多想到这里，似乎明白了什么，他用两指按压了自己的脖颈后，瞬间晕倒在地。侍女路过，以为悉达多王储因被毒蛇咬伤而陷入昏迷，众人都万般紧张，除了祥光在一旁幸灾乐祸。御医正在诊治时，悉达多突然醒来，他欣喜万分，迅速跑去寻找乔晨如导师。他告诉导师，自己发现了人体的异象，按压某一穴位可使人陷入昏迷，若此法用于战争，便可在不伤其性命的情况下俘虏敌人。随后悉达多向乔晨如展示。乔晨如以为那人怎么了，悉达多让导师不要紧张，表示他很快便会醒来。乔晨如惊叹悉达多的天赋，又赞叹他与生俱来的慈悲。即便是在战场上，悉达多也希望能用非暴力的方式降服敌人。很快就到了竞技场的第二场比试，这场比试的内容为射箭，这是提婆达多最为自信的一门课程。他非常的自信，认为悉达多这一场是输定了。随着马户导师的一声令下，侍卫将一只白鸽放出。正当提婆达多准备大显身手时，悉达多却喊停了比赛。他表示比赛不应该用无辜的生命作为靶子。马户反问，不用鸽子那应用何物？悉达多则来到了一旁的铜锣，提议谁的箭更靠近中心点谁就获胜。可这提议却引来了观众的嘲笑，连围观席上的百姓也高声反驳，他们不认可未来的国王竟然会如此的懦弱。比试仍要继续进行，悉达多无奈之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提婆达多射中两只无辜的白鸽。提婆达多的箭法赢得了在场观众的所有掌声，而轮到悉达多时，他宁愿放弃比赛，也不愿意用白鸽作为箭靶。乔晨如导师当场回绝，命令悉达多必须通过测试。悉达多表示，如果只是测试箭法，是否可以给自己换个其他的箭靶？乔晨如同意了他的要求，而马户导师却说，为了保持公正，难度必须要与飞鸟一致。悉达多思考了一下，转身将兄长身上的项链扯下，然后交给兄长一颗宝石，他要让提婆达多将拇指大小的宝石扔向空中作为箭靶。提婆达多认为他这是在自欺欺人，可他却没想到悉达多的箭法要比自己更加精准，一箭就射穿了高空中的宝珠。随着宝石碎片的落地，众人的欢呼声也比之前的更加热烈。第二场比试结束，这次悉达多获得了胜利。夜晚，悉达多正在沐浴，可提婆达多却直接闯了进来。他质问悉达多，既然想宣扬自己能力出众，为什么要装成非暴力者？是为了凸显我的残忍无道吗？你早点说，我也宁愿去射珠子而不是鸟，这分明就是你的诡计。随后气得他拂袖离去。这日国王来找儿子，他以为悉达多正在练习棍术，可没想到他却正在绘画，染在沙地利手指上的应该是敌人的鲜血，而不是燃料。悉达多拒绝暴力的态度令国王心灰意冷，连鸟儿都不愿意射杀，又怎能上战场奋勇杀敌呢？在国王的眼里，只有弱者才会宣扬和平，而自己的儿子是未来的国王，为保护自己的国家，他就必须冲锋陷阵，奋勇杀敌。悉达多不明白，难道战争就是保护家园的唯一途径吗？协商谈判不也能够解决问题吗？人们相互厮杀，难道就意味着勇敢吗？国王听后非常气愤，不允许他再说出这般像懦夫一样的话了。他期盼着悉达多能够成为英勇的转轮圣王，希望他能为接下来的比赛做好准备。为了防止第3次比赛出意外，祥光深夜前去拜访巫女，他向巫女祈求能让提婆达多获胜的方法。巫女扔给他一枚钉子，告诉他只要将这枚钉子钉入悉达多的木棍之中，悉达多便无法攻击提婆达多。祥光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，心满意足地离开了。他兴高采烈地将钉子交给儿子，却没想到提婆达多不愿要这施舍得来的胜利。他非常的自信，自己一定会凭本事赢得胜利，而并非依靠这些邪术。提婆达多没想到自己的母亲宁愿相信一枚小小的钉子，也不愿意相信自己的实力。可祥光却不管这
这些，只要能赢，管他是用的什么方式。而另一边，国王和王后正对着悉达多祝福了一番。祥光假意前来赐福，实则是将那枚钉子钉入了悉达多的木棍之中。第3场的比试是双方用长棍作为武器，直到一方被打到认输为止。而耶输陀罗也头溜出来跑来观战。2位导师分别将木棍交由自己的学生，叮嘱完之后，比赛便开始了。提婆达多率先发起攻击，悉达多虽然战术技巧卓越，但面对对方的进攻，他只是一味的躲避，数次进攻的机会都被他放弃，这让百姓们很是不解。这场比赛一直持续了很久，提婆达多愤怒地喊道：“要么向自己进攻，来一场真正较量的比赛，要么就趁早认输。”悉达多不想伤害兄长，最终选择了丢弃长棍，主动认输，这让国王非常的气愤，场面一度非常尴尬。就在此时，乔晨儒走到2人中间，他劝说悉达多认真比赛。可悉达多怎么也无法迈过心里的那道坎，他做不到伤害别人。乔晨儒只好出言威胁，若是悉达多主动放弃比赛，就跟他断绝师徒关系。看着乔晨儒远去的背影，悉达多只好重新拿起长棍，为了不辜负民众的期待以及父母对他的栽培，最终将提婆达多打倒在地。悉达多成为了最英勇的战士。可心有不甘的提婆达多还想要偷袭，却被悉达多迅速点穴晕倒。国王为悉达多感到骄傲自豪，他命令大臣将悉达多英勇的事迹传到各个邻国，并要求全国上下为胜利游行做准备。就在当晚，王宫举行宴会时，耶输陀罗扮作舞女，为国王和王后献上舞蹈。悉达多被这婀娜的身姿迷住了，他忍不住地上前吹笛奏乐。表演完毕后摘下面具，王后这才发现对方居然是10年未见的耶输陀罗，这让她感到非常的惊喜，但同样也有些担忧，因为两国嫌隙已久，自从10年前的一别，亲人再未相见。得知耶输陀罗此行是从天臂城偷溜出来的，因此担心他会受到善觉王的责罚，但机灵可爱的耶输陀罗几句话就打消了王后的顾虑，引得众人开怀大笑。悉达多来到外场，他因白天在竞技场出手伤害提婆达多而感到自责。耶输陀罗发现后赶了过来，两人虽10年未见，却毫不生疏。在耶输陀罗的开导下，悉达多很快放下了心事，两人在雪夜里神情脉脉，情爱也悄然滋生。悉达多提起明日的旅行，这让他有些激动，这是他长大以来第一次离开王宫。耶输陀罗感到非常的惊讶，身为王子却没踏出过王宫一步。悉达多邀请耶输陀罗能陪自己一起游行，他面带娇羞的点头答应了。提婆达多因为输掉了比赛，他用鞭子狠狠地抽打自己，以是对自己的惩罚。好在国王送来了安慰，才让他平复了心情。第2日的游行如期而至，作为比赛的胜利者，悉达多乘着战车接受民众的朝拜。游行的鲜花之路是国王特意为他铺就的，他要将一切的喜悦荣耀都送给自己的儿子。可游行却被意外打断，山林里的一只豹子闯入百姓家中，豹子叼走了家中的婴儿。走投无路的百姓跪求悉达多能够救回自己的孩子。悉达多天性善良，他毫不犹豫地下了车，丢下臣民和队伍前去寻找，很快便找到了那个孩子。好在婴儿安然无恙，只是豹子却不知逃到了哪里。悉达多恳求提婆达多只需要生擒即可，千万不要伤及豹子的性命。提婆达多冷笑的应允。在得到兄长的肯定答复后，悉达多这才安心地将婴儿带回了王宫救治。而他的仁慈再一次令国王感到不悦，身为王储，怎能丢下臣民和队伍，独自去救一个婴儿呢？父子2人因为此事产生摩擦，波提王后出来劝父子2人言和，可阳奉阴违的提婆达多居然将斩杀的豹子头扔到了悉达多的脚下，此举无疑是刺激了悉达多，他百般恳求兄长留豹子一命，可豹子终究还是被夺去了生命。悉达多在提婆达多的冷嘲热讽之下，愤怒地举起宝剑，这是他第一次将剑架在别人的脖子上。祥光也吓个半死，国王大声呵斥，让他把剑放下，可悉达多却无动于衷。祥光爱子心切，他顾不得悉达多王储的身份了，愤怒地指责悉达多自己的儿子并没有做错，如果不杀了那只豹子，说不定还会有更多的人受到伤害。悉达多非常伤心，为什么自己的善良会遭到众人的指责？他伤心地扔下剑，离开了这里。他抱着豹头走向森林，流着眼泪将它埋葬。天空下起了雨，淋湿了他的身体，也让他的心凉得彻底。他不知道这种难受的感觉是什么，也不知道要怎样才能让自己好受一点。他只好跑去找乔晨儒导师寻求答案。导师向悉达多解释，他们都
都没有做错，这一切都是天性罢了。豹子吃人是出于动物的天性，提婆达多杀死豹子，悉达多救下孩子，这都是遵从了自己的本性而已。你既已尽力，便无需难过。动物的天性难以更改，而人性可由愿力掌控。乔真如让悉达多坐下冥想，试着掌控自己的心智。得到尊师的教导后，悉达多的心灵很快得到了抚慰。他坐在树下吹笛，而笛声吸引到了正在打算要启程回国的耶输陀罗。耶输陀罗的妙语连珠令悉达多十分开怀。临别前，悉达多将自己的笛子赠予耶输陀罗，并许下承诺，终有一日自己会亲自去天臂城，把他接回迦毗罗卫城。告别了耶输陀罗，悉达多回到了王宫，却不知又有一场波折在等着他。